城市快字当先，一切不能等待；乡村碧水青天，一切悠游自在。被城市包裹，心里怀揣着诗和远方，以及那些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美好。这美好里不仅仅是人、建筑，还有老的味道。那些传承已久的味道，有着独特的讲究，是不一样的组合方式，也是不一样的信念所在。时间在这里幻化成烟火气，陪伴着人们一起吃下一日三餐，度过春夏秋冬。当城里的人想着乡村，就是心里想野一下。既然如此，何必等待？来乡野干饭吧。10月，刚过完夏天的贵州省黔东南的黄岗洞寨进入了收获季。这位是吴汉梅，她是村里有名的女高音，唱歌、乡野干饭能手。她约着亲朋好友来到山沟里的梯田，一种城里人听说过没见过的神奇作物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唯诺而种，唯诺而食，但不唯唯诺诺。黄岗洞寨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。黄岗人有着迥异于他人的生态智慧，莫道的耕种循环就是黄岗人的行事历，来源于生产实践，不给大自然添乱，种啥吃啥用啥，一切都听诺道的。2只羊互相顶角，就像争论某道菜是甜是咸的网友，热闹是他们的，跟接下来要讲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毕竟，一切聚焦乡野干饭。连日的雨水让汉美家的稻子已经垂到了路边。因为那个稻杆成熟了之后，到它稻杆枯萎的那时候，它只能保存几天，所以我们要急忙的收掉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香和糯的稻杆很长，黄岗人折禾时会用特殊工具处理稻杆。禾苗一根一根折下，2把交叉捆成1把。这样特殊的处理方式，蕴含着黄岗人传承已久的秘密。黄岗人一日3餐吃糯米饭，如何做出黄岗的性格？他们有自己的诀窍，不靠东洋进口的电饭煲，靠的是一辈辈传承的实践经验。经过6小时以上的浸泡，让糯米颗粒充满水分，进入最佳状态。用高装的木桶蒸，可以增大糯米与木材的接触面积，吸收多余的水分，让每一粒糯米都更加饱满。蒸熟的米饭，每一粒都充满弹性，糯而不黏。它们能紧密地拥抱在一起，却始终保持着各自的完整。味极香美，是古人对香和糯的描述。
一家蒸饭，满寨香。那雾气缭绕村庄的烟火气，也是喂饱全寨男女老少的底气。祖祖辈辈传承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一早蒸饭，带上一团糯米饭，就是劳动者一天的口粮了。村民吴成龙也带着一伙兄弟们来收割稻田。与其说来收割，不如说找个机会赶紧野餐。在黄冈，每个人都是野炊干饭高手，面朝大山，就地取材，生火做饭，说干就干。汉美他们正在践行一项重要的运动——浑水摸鱼。稻田里的鱼一生都很勤奋，它们努力吃掉稻田里的害虫，排泄物给糯稻提供养分。被摸到的鱼，就是今日份快乐源泉。插秧的时候你放鱼嘛，放鱼的时候就到你收割的时候鱼就长大了。每一锄田不会放很多，一般都是秋收的时候把鱼一根稻子全部收回家。大的小的。处理鱼的方式对小朋友来说有些残忍，但他必须学会解锁这项技能。他要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柴火的烟气，这是烧烤的精髓所在。人类对味道最初的认识，就来自于缭绕烟气带来的风味。野餐必不可少的是蘸水，这是黄冈野餐最具创意的部分。他们三兄弟到这边来打猎，然后在这个包脊鼓楼这个位置休息，然后发现了长得很茂盛的那个韭菜，然后他们就拿回家了，因为拿的太多，然后就是炒着也好吃，煮着也好吃，生的也好吃，然后就说，哇，能长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呢，应该是一个风水宝地的地方。黄冈人的祖先就是被山里的野韭菜吸引，决定在此落宅，繁衍至今。那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，现在割韭菜早已有了别的意思。汉美总能循着浓烈的清凉之味，找到山野中的薄荷，再踩上一把应季的蒲公英叶，清新组就准备完毕了。烤辣椒作为火爆组的唯一担当，被用力捣碎，辣椒素释放出烈焰。当两组食材碰撞到一起时，清新与烈焰互不相让。但在这雾气蒙蒙的山里，要想从身体里排出那聚聚不散的湿气，非三昧真火不可。而三昧真火的奥义，就是这小颗粒木姜子，个头虽小，却有着生姜一般辛辣的味道。最后只需撒一把盐，这野性爆裂的蘸水就做好了。
真的好了，小朋友们终于等来了这顿美味野餐。鱼皮焦脆，带有炙烤后的柴火香气，鱼肉丰盈，在慢慢升温中释放出鲜味的根源——谷氨酸钠。与城市里一袋袋唾手可得的调料不同，这是自然最直给的快乐要素。在黄岗村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在山上吃比在家吃的香得多。就像我的小孩，如果他不怎么吃饭，然后就带他去山上的时候，他进食能力特别的厉害。自然里面吃着他自己生产出来的那些食物，然后就是我已经融入到了一个自然中的一种感觉。用柴火的余温把新鲜稻谷烤得香而不爆，这是1年中最难得的零食——香煎爆米花。自然的真味蔓延在山水之间，而人们围坐在这凉风沐雨天，一起品尝着盛夏暖阳中的灵动，一不小心咽下了整个夏天。黄岗拥有独特的龙水梯田，只有求生欲极强的香河糯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。为了和环境抗衡，它放慢了自己的生长周期，1年收获1次。而吴成龙他们要收割的是一块特殊的实验田，这里守护着黄岗所有的香河糯品种，保持神经不能杂哈。好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是黄岗侗寨人的大事业。今年田里面下秧的时候是64个品种，后来呢有可能不适应的原因，长得好的呢只有32个品种。作为科教片，一定会有知识点。黄岗是香河糯的天然种子库，经过几百年的自然进化和人工选择，32个香河糯品种在这里茁壮成长，它们的骨壳颜色差异极大，核芒长短各不相同，谷子本身也有大有小。糯米饭最终的糯度、香气差异就来自于它们迥异的脾气秉性。其实我只是侗族大歌的传承人而已。当时学歌的时候，我的老师会跟我说，作为传承人，你想传承单一方面的事情，你是传承不下去的。保护种子这一块的话，就像我们的大哥一样，它是生活所有的整个生活链，如果你断了这一块，它有可能会连接不上来的。正所谓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如此丰富的种子储备，让黄岗侗寨人能够踏实地面对外界的变化，可谓是仓廪实而知侗族大歌，依足食而不迷侗词大词。太阳落山，自然的时钟召唤人们回到了村里。汉美也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幸福回家了。新收的糯米挂面的河仓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年。收割完糯米，才是1年美食的起点。制作特色腌鱼，它是糯米的绝配。把稻田鱼简单处理，抹一把粗盐，
盐增加了鱼肉外部的渗透压，大量的血水从鱼肉中排出，把血水和糯米饭混合，更增糯米的粘度。再加上干辣椒，用它们包裹鱼身，盘它，反复盘它们，使辣和咸浸透鱼肉。糯米不但吸收了鱼的腥味，还会贡献出自身的清香。最好的腌鱼，骨酥肉软，咸香热辣，富含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。妙言致敬，大道至简。一条鱼，一团饭，对营养、味道、饱腹的需求全部得到满足。密闭保存，经历一次长达半年的全身 SPA。所谓青菜豆腐保平安，在侗寨，鱼儿糯米赛灵丹。侗寨人好客，家事无大小，有饭就有酒。俗话说，请客没酒，席上山珍也空有。这烧酒也是糯米赋予了它生命。煮熟的糯米带着35度的余温加入酒曲，酒曲中的根霉菌会把糯米中的淀粉变成葡萄糖。酵母菌接力把葡萄糖变成酒精，便得到了米酒。要想升华成烧酒，米酒需要承受一次严酷的历练。这村中寨楼下的公共灶台便是他们的修炼之地。大火的高温让米酒沸腾，水分子和酒精分子从底部的铁锅腾空而起。撞击到盛满冷泉水的天锅，清凉的温度让它们迅速冷静，再次汇聚。至此，米酒升华成烧酒，纯净无比，清香甘冽。这是来自东方的滴滴香浓，意犹未尽。稻杆的秘密，也是它的最终使命，就是燃烧自己，浴火重生。干脆彻底的燃烧后，成灰的稻杆又有了新的使命，它要和鸭蛋们谈一场恋爱。黄冈人养鸭子的计划性极强，鸭子是稻、鱼、鸭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，也是黄冈人特别对待的宠物。鸭行程完全依据糯稻的生长情况安排，平日鸭子们在门前溪流中嬉戏玩耍，待稻谷长大后，再由老人背上山除草捉虫，一年只产1次蛋。如此珍贵的鸭蛋，侗寨人自有保存它们的诀窍。无盐咸鸭蛋，初次见面，徽江就会给鸭蛋一个长达半年的拥抱。草灰中的碱让鸭蛋有了自己咸的韵味，蛋清变得如汁玉般洁白，又弹又润，
蛋黄则绵密沙软，富含脂肪转变的油脂。两种如此不同的口感，在灵魂般的金红色油脂带领下，瞬间征服每一颗味蕾。尝到的是顺滑的丝般感受，咽下的是一年的春夏秋冬。等待对于现代人是奢侈品，外卖晚个5分钟都要威胁送饭人的干饭人，只有此时与现在。而在黄岗侗寨，人们非常的明白，四季不可能都如春，等待其实不难，而时间也总是不长不短。秋收结束，侗族五郎民乐队在村里新开的民宿进行排练，为丰收节做准备。今晚村子的氛围与往日不同，每个人都在熬着最狠的夜，盼望着即将开始的丰收节，默默践行着不劳动者不得食。名场面来了，杀牛的过程十分漫长。为了赶上中午的长桌宴，人们必须从凌晨3点开始准备。而正是因为大家都参与和目睹了食物的美味来之不易，黄岗人奉行物尽其用的原则。牛身上的一切都要利用好。对于吃，黄岗人独爱黄牛肉，它纤维细腻，肉质紧实。丰富的肌酐酸钠让它散发出5味中最难以描绘的鲜味。牛肉的处理也很讲究，半切半丝的弄成小块，这种手法会让牛肉有更复杂的创面，在烹饪的过程中能吸收更多的味道，更多的味道就是更多的可能性。集体观念超强的黄岗侗寨人会以每家的人数来分配牛肉。体会过食材的来之不易，才能对烹制的方法深思熟虑，进而对每一道美味不离不弃。人们吃完才能体会生活如蜜。最让人期待的时刻到了，大家都在守候着这一特殊的食材。牛胃切开，令人窒息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臭不可禁，食之则大喜。虽然味道强烈，但这是黄岗人最爱的，也是最珍贵的食材——牛瘪。平日，牛会把青草和山中草药一同吃下，牛的胃液增强了草药的药性。黄岗人认为，这样的牛瘪可以养护他们的肠胃。长桌宴也叫百家宴，以前村民们
会拿着各家的拿手菜来赴宴。如今，大家喜欢聚到一起，共同制作。方式变了，菜品和味道却还和从前一样。虽然方式原始，但依然薪火相传。长桌宴即将开始，汉美拿出了去年腌下的蛋。今天正是他们味道最佳的时刻。牛肉会依据不同菜品的需求，将肥瘦分开处理。纯瘦肉拌上干鲜辣椒的神仙操作，就是黄冈人最喜爱的生拌牛肉。少了化学药剂的锦上添花，只有香煎野趣的满骨煎加，火辣霸道，一口就上头。制作牛瘪是长桌宴的重头戏，充分压榨，多次过滤，留下绿色的汤汁。加入少量佐料，煮熟后去除杂质，这就是萃取的百草精华牛瘪。大量辣椒，肥瘦相间的牛肉，再配上牛瘪的加持，微苦的牛瘪汤汁被牛肉充分吸收。丰富的、浓郁的、热烈的味道，争先恐后地在人们的味蕾中表达。糯米饭的香气弥漫全村，汉美穿戴上最隆重的服饰。吴妈妈拿出了新酿的烧酒。丰收的喜悦让全村人情绪高涨。稻、鱼、鸭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产物即将登场，静候人们开怀享受。长桌宴，吃的、喝的都是人们劳作的果实。一粒粒的稻米，一杯杯的烧酒，都饱含着人们的汗水，都传承着黄冈的文化。从小都生活在这，我一直感受到了这一份力量。做什么事都不是你，只有你自己。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亲人。如果你有困难，也不是你一个人，我们都会互相帮忙。一个真的干饭人，一个纯粹的干饭人，用食物打败时间，承载着过去与将来。丰收的金黄挂满村庄，稻谷的清香沁入身心。贵州黄冈侗寨人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法则，守护着自己的糯稻。糯稻中有他们的历史，糯稻中有他们的未来。周而复始，道法自然。